宇宙之中竟然有5大邪神，他们强大的力量能轻松化解比鲁斯让万物消失的破坏力，连其余的一拳之击都不起作用。古乔特斯身材魁梧，却能将速度和力量完美结合。贝吉塔口吐鲜血的躺在地上，他微微睁开双眼，看到破坏神比鲁斯，很是疑惑，自己竟然还没有死。他问悟空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原来是变身超白的悟空拯救了他。虽然消灭了邪恶的黑悟空，但是现在他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。当贝吉塔看到奇遇的那一刻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自己被暴虐的情景，他怒火中烧，向奇遇打过去，却被悟空拦了下来。现在他们是盟友，要同仇敌忾，对抗强敌。只见5个凶神恶煞的人出现在眼前，满头白发的是德米古拉，身材瘦小的是塞巴斯，全身黝黑的是马尔，浑身煞白的是古乔特斯，以及他们的老大龙神。龙神命令2个人去周围侦查，没想到他们如此厉害，竟然还听龙神的号令。就在此时，悟空感受到2股强大的气息，原来是比克和悟饭，他们给大家送来了仙豆。训练过后，2人变得更加强大。悟饭已经拥有3重力量，而刚染了头发的特南克斯也从未来回到了现在。他们摆好姿势，正打算上前攻击，被比鲁斯拦了下来。他轻蔑地说道：“这可是破坏神的职责。”话音刚落，他一个瞬移来到古乔特斯面前，重重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随后又是无数个旋转，一脚踢在他的脸上。只见碎石乱飞，尘土飞扬，足见这力道之大。他站起身来，大骂比鲁斯是战五渣，这可惹恼了比鲁斯。他使用自己的大绝破坏弹，只见一团耀眼的光柱瞬间吞噬了古乔特斯，然而他竟然毫发无损。比鲁斯异常惊讶，龙神解释道：“我们已经受过高强度训练，你的技能对我们没有任何作用。”他又命令马尔去消灭其余的人类。悟空和比克听到异常愤怒，画面一转，医护和塞巴斯正在血中对峙。塞巴斯让医护选择加入或者死亡，医护怎会妥协？他纵身一跃，使出全身之力向塞巴斯打去，瞬间天崩地裂，却被塞巴斯一掌挡下，这个吓坏了医护。没等他做出反应，塞巴斯一脚踢中他的脸部，瞬间撞翻了整个山头。而另一边，比鲁斯和古乔特斯正在激烈对战，他们的气波令天地变色，大地颤抖。众人看到惊讶不已。比鲁斯一顿拳打脚踢，朝他猛烈进攻，紧接着使出全身之力，古乔特斯被打向地面。正当比鲁斯得意之际，古乔特斯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攻击，他来不及躲闪，被打得冷汗直流，口吐鲜血。面对如此强悍的力量和速度，众人非常错愕。而这不仅仅是力量的完美展现，更是速度的极致匹配。只听一声巨响，大地出现一个深坑，原来是德米古拉。对面站着的是鸣人和佐助。正当几人对话之际，草帽男孩路飞走了过来，大声告诉他们：“谁要是威胁我的朋友，我就揍谁。”德米古拉听后仰天大笑。比鲁斯和古乔特斯还在激战，正当古乔特斯攻击比鲁斯之际，却被一拳打飞了。原来是一拳超人奇遇，战斗被打断。比鲁斯非常愤怒，指责奇遇打断他的战斗，但此时的他已气喘吁吁，身体的能量消耗殆尽。龙神说道：“古乔特斯是我们之中最弱的一个。”悟空听后非常震惊，连这么弱都这么强。奇遇淡定地说道：“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就一定能打败这些敌人。”随后悟空肌肉暴涨，双目发亮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变身成了超白状态。奇遇也提高自己的气息。而接下来联手的悟空和奇遇能否打败这5大邪神呢？作为前任大使官的龙神萨拉玛，因为谋杀拳王被关押在第13宇宙的监狱中，而现在他率领4大邪神誓死要踏遍所有宇宙。但动漫界所有英雄同仇敌忾，每位都突破自己的最强形态，连比克都突破变成了神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所有英雄肩并肩作战，没有无法克服的障碍。悟空开始提气，身体的肌肉迅速膨胀，强大的力量惊天动地，整个大地开始震颤。大家不敢相信，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悟空这样的状态，这是一种他们不敢想象的领域。悟空让贝吉塔和特南克斯去帮助正在跟邪神战斗的其他人，这里他来对付。贝吉塔极力提气，和特南克斯迅速出发了。龙神萨拉玛现在非常后悔支走了2个邪神，因为白神悟空太强大了。而另一面，路飞正在对战魔神德米古拉，这个7500万年前被封印在时空裂缝中的超级魔神，体内拥有着足以创造或破坏星球的强大能量。路飞看出他轻视自己，开始极力提气，向他展示自己的终极形态，身体的皮肤变成了盔甲。佐助看到惊讶不已，他的终极形态强悍无比，与之前天差地别。但这样的力量，德米古拉根本看不上。他咬住自己的手指，强大的能量迅速膨胀，使劲吹气，体积迅速变大。这股力量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形态，简直就像奥特曼。鸣人的眼珠子都快惊掉了，看到他全力以赴，鸣人和佐助也开始变身，强大的气场摧枯拉朽，一阵耀眼的光束，3人全都成为了巨人，与德米古拉的大战一触即发。而与悟饭和比克对战的是马尔，但比克战五渣的水平怎么可能是邪神的对手？不过他和悟饭都经历了魔鬼训练，所拥有的力量也不可小觑，并且他是地球之神的分身，极力提气，这股沉浸在体内深处的力量终于爆发出来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
这还是他们认识的比克吗？竟然突破变成了神，身体的颜色也变成了深蓝色，连马尔都叹为观止。但在比克动手前，悟饭想跟他单挑，测试一下自己训练的成果。看着悟饭如此自信，比克答应了他。马尔迅速变身，悟饭挥起出龟派气功，朝他急速发射过去。但这种攻击怎么可能击中他？瞬间飞到了空中，而悟饭急速出击，一脚踢中他的脸部，将他打得鼻眼歪斜，紧接着一拳击中他的腹部，将他打得口吐酸水。马尔开始反击，但根本不是悟饭的对手，两人又展开激烈交锋。比克早已按耐不住，想立刻加入战斗，没想到野比范变得如此强悍，将邪神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一个重击将他彻底打飞，重重摔到了地上。但如果以为邪神马尔就这种水平，那你就大错特错，能称得上邪神，绝对有着恐怖如斯的力量。邪神塞巴斯告诉医护，觉醒吧，你是不可能打赢我的。但医护不相信，他要用手里这把宝剑将他大卸八块。塞巴斯轻蔑地看着他，我不会输的。说完急速上前攻击，塞巴斯并未动手，医护挥出宝剑，瞬间山崩地裂，天空下起鹅毛大雪。塞巴斯瞬间飞到空中，医护转身继续攻击，在空中分出无数个分身朝他猛烈进攻。二人展开激烈交锋，一招100%空手接白刃，彻底让医护明白了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一场将他打倒在地。而白神悟空和龙神萨拉玛依然在对峙，小小的人类竟然敢挑战他。萨拉玛嘲笑悟空不自量力，悟空听后异常气愤，急速上前攻击，两股强大能量激烈碰撞，霎时间天昏地暗，地动山摇，像原子弹一样剧烈爆炸。而众多的英雄能否战胜这5大邪神呢？怒火中烧的悟空正在和龙神萨拉玛对决，两人用尽全身之力相互攻击。只见两道耀眼的光束猛烈撞击，瞬间地动山摇，白光乍现，一个魔鬼云腾空而起，他们十指相扣，拼命运气，这气场产生的巨大破坏力令地面凹陷，碎石飞扬。突然，悟空踢腿朝龙神猛烈攻击，他凶狠的一拳打在悟空腹部，顿时口吐鲜血，身体重重的撞碎山体。悟空使出全身之力踹飞龙神。面对德米古拉，瘦弱的路飞变身终极形态，想让鸣人和佐助给他一次战斗的机会，对德米古拉进行毁灭性的攻击。不等路飞出手，鸣人极力提气，变身成了九尾模式，他口中瞬间汇集了耀眼的尾兽弹，这巨大的能量摧枯拉朽，山石破碎。在即将碰触德米古拉之际，他单手撑起一个防护罩，就挡住了鸣人惊天七地的攻击。紧接着，变身黑猿的路飞使出全身之力，一拳将他打飞，产生的破坏力直接将身体震碎。面对两人如此强悍的攻击，德米古拉竟然毫发无损，这令鸣人都感到非常惊愕。他仰天大笑，手掌轻轻一挥，发射出命运之刀，所过之处万物凋零，即使是整座大山也能轻易切碎。佐助极力提气，放置无数大山，却还是抵挡不了他快速前进。而就是这一小小的攻击，就对他们造成了毁天灭地的伤害。他们都已经变回常态，而就在此时，德米古拉单手举起一个巨型能量弹，他手掌一挥，能量弹朝他们3人飞去。众人感到非常惊讶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白箭将其射落，原来是变身超蓝的贝吉塔，这令德米古拉异常愤怒。随后，贝吉塔发射出无数个白色炮弹，地面都被炸出深坑。本以为如此密集的攻击，德米古拉必定死无葬身之地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贝吉塔的身后。而另一边，悟空和龙神还在战斗，他们强大的气场在地上打出无数个深坑，两人你一拳我一脚，势均力敌，难分伯仲，场面异常的激烈。还好攻击阵势的皮鲁斯正在和古乔特斯对峙，两人还在为其余的参战而耿耿于怀。皮鲁斯突然提气，两眼发白，瞬间电闪雷鸣，大地颤抖，这就是破坏神的威力。其余看得目瞪口呆，皮鲁斯拼尽全力向古乔特斯攻击，却还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看到如此场景，奇遇是饥渴难耐，他双腿撑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一拳重重的打在古乔特斯的脸上，直接撞裂了几个山头。奇遇让他束手就擒，但古乔特斯怎会听奇遇的话，再次发起攻击，却被奇遇一拳打在脸上，大地瞬间划出一道裂缝。而可怜的古乔特斯被打得只剩下一身白骨。龙神对奇遇这巨大的力量感到无比的惊讶，一个普通人怎会有如此的威力？但是他也不可能是神，因为黑暗虹吸对他没有任何作用。悟空想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，龙神却拒绝回答。随后两人又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决斗，龙神发出巨大的能量球，悟空拼尽全力抵挡，却还是难以招架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悟空消失在爆炸之中，被如此威力的爆炸吞噬，悟空能否反败为胜呢？